在腾龙28-300上市之际，我购入老网红28-200来搭配我的 A7C2。之前拍风景一直用的1635拍的广角题材，现在想尝试一下长焦题材，但是又不想镜头老是换来换去。一是水汽、风沙、尘土大的环境不适合经常换镜头，二是也不想完全放弃广角题材，但是非常纠结买什么镜头。索尼原厂的24-240公认的拉。24-105素质虽然很好，但是长焦端确实太短了。腾龙的50-300基本就告别了广角端，最后就在腾龙的28-200和28-300之间纠结，最终通过缺点比较，更不能忍28-300同焦段光圈小了很多，价格贵了一半，而入手了28-200。虽然腾龙28-200发布有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即使放在今天跟友商相比，广角端28毫米 f2.8 的大光圈仍是独一份的存在，反倒是28-300广角端缩到 f4 以后，有一种泯然众人矣的感觉。在28毫米端，它仍然有2.8的光圈，然后升到50，仍然有 f3.5 的光圈。到70端能够达到 f4 的光圈，然后最后到200端，光圈就变成了 f5.6， 更大的光圈就能有更好的虚化能力。大家可以看看光圈变小以后这个背景的虚化程度的变化。28毫米端甚至有不错的微距能力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仍然可以正常的对焦。作为一支长焦镜头，体积重量上肯定不能跟索尼原厂目前最小最轻的这支定焦头相比，但是整体上跟 A7C2 还是比较搭的。从广角伸缩到长焦，长度上会有这样的变化，然后整体上阻尼感还是比较好的。看看之后用久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除了变焦、对焦环，镜身上只有一枚锁定按钮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拍摄视频不喜欢用稳定器，而是使用陀螺仪防抖，作为一个网红镜头，官方甚至给你准备了变焦配置文件，这样在你拍摄视频的时候就可以变焦，这样就给视频拍摄增加了很多方便性和趣味性。如果大家想捕捉运动的物体，那么快门速度需要很高，500分之1秒甚至更高。现在太阳并没有完全落山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ISO 甚至已经能够达到1600了。所以其实如果镜头的光圈更小，那么你很难保证一个非常好的画质，因为你的 ISO 需求的会更高。反倒是镜头防抖并不是那么的刚需，因为索尼相机一般现在都有防抖。对于拍摄静态物体，200毫米端，即使50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，你能够拍出清晰的画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我的经历也能帮到需要购买长焦镜头的朋友。